拿着胃癌晚期的确诊单，我坐在医院的长凳上，拨通了丈夫季承渊的电话。医生说我需要动手术，需要50万，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江离，婚前协议写得很清楚，婚后 AA， 你的病是你的个人风险，不该让我共同承担。你自己发朋友圈众筹一下。电话那头隐约传来儿子稚嫩的欢呼声。周阿姨，这是爸爸给你买的礼物，你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那你可以叫我妈妈呀。年轻女人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承渊，谢谢你的投资，300万我已经收到了。我麻木地挂断电话，走回那个冷冰冰的家。深夜，季承渊带着儿子回来，看到我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他走过来，指腹温柔地擦过我的眼角。阿离，我也是为你好。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谁是谁的避风港，你要学会自己兜底，否则以后你怎么在社会上生存？我平静地点头，转身回到卧室，然后给律师打电话，帮我起草离婚协议。挂断电话后，我把确诊单塞进病历袋最底层。客厅里传来季星野的笑声。爸爸，周阿姨说周末带我去冰雪乐园。先把作业写完。我和季承渊结婚7年，季星野今年6岁，他出生那晚，我大出血。季承渊握着我的手，在手术室外红着眼说：阿离，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季星野第一次叫妈妈时才10个月，他抱着我的脖子，口水呼了我一脸。我那天高兴地拍了好多视频，可现在我亲生的儿子在电话里说，周阿姨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我把手中的病历袋放到床头柜里，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季承渊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条围巾。星野给你挑的。他走过来，把围巾搭到我肩上，动作很轻，轻的像我们之间没有朋友圈众筹，没有确诊单，也没有那个被他偏爱的女人。他记得我怕冷，记得我睡前不喝凉水，可他唯独不记得我快死了也会怕。你今天脸色不好。我看着他，我胃癌晚期。他手指顿了一下，下一秒他低头替我理好围巾边缘。阿离，别用这种话吓我。报告呢？我笑了一下。你不是说我的病是个人风险吗？季承渊抬眼看我。我说的是原则，原则不是冷血。我问，那你让我自己发朋友圈众筹也是原则？他皱了皱眉。江离，我不喜欢你这样曲解我。我让你发朋友圈众筹，是让你多一条路。成年人不能把所有风险都压在伴侣身上。我打开手机，把消费截图推到他面前，38万，珠宝店，收货人周清离。季承渊只扫了一眼，神色没有半分慌乱。清离刚回国，负责新项目，要见投资人，体面是商务成本。我点点头。那300万呢？季承渊脸色终于沉下来。江离，你非要把自己放到和他比较的位置上吗？门口传来小跑声，季星也抱着乐高冲进来。爸爸，周阿姨说明天陪我搭这个。他说完才看见我，脸上的笑一下淡了。妈妈，你也在啊？我问他，你刚才在电话里说什么？季星也眼神躲闪了一下。我没说什么。季承渊低声开口。小孩子随口一句，你别上纲上线。我看着自己的儿子。星野，你希望周阿姨当你妈妈吗？周阿姨说，她虽然不是我妈妈，但比妈妈更懂我。她不会逼我写作业，也不会总是生病。房间里安静下来，我指尖一点点攥紧。季承渊看向我，孩子小，别往心里去。我平静地问，那你年纪大吗？他脸色一僵。我把围巾取下来，放回他手里。季承渊，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他像是听见了什么荒唐的事。因为一个称呼？不是。我看着他，因为我今天才发现这个家里没有我的位置。季承渊盯着我，语气低下来。阿离，别闹。你现在情绪不好，我可以包容你。他伸手想摸我的头，从前只要他这样，我就会心软。可这一次，我偏开了，他的手停在半空。我说，我不需要你包容，我只需要你签字。第二天，季承渊没有去民政局，我等到11点半，他发来消息，清离今天项目路演走不开。下一条紧跟着跳出来，你要真想离，就让律师联系我。我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攥着号码纸，我没有回他，转身去了医院。医生看完检查单，脸色很重。江女士，建议尽快住院，如果想争取手术机会，前期治疗不能拖。我问，费用大概多少？医生报了一个数字，50万。我点头，我知道了。缴费窗口前，我刷了3张卡，余额不足。工作人员抬头看我，家属没来吗？我说没有。这2个字出口时，我自己都愣了一下。我明明有丈夫，有亲生儿子，可我站在医院缴费窗口前，像一个没有家的人。下午，我回家拿证件，刚推开门，就听见客厅里有女人的笑声。周清离坐在沙发上，她穿着米白色套裙，手腕上戴着那只38万的镯子。季星也趴在她膝盖上玩平板。季承渊站在旁边，替她倒温水，水杯递过去前，
他还用手背试了温度。以前他也这样给我试过水温，那时候我以为是爱，现在才知道温柔这种东西，他并不是不会，只是分人。看见我，周青离立刻站起来。江离姐，你回来了。他手腕上的镯子晃了一下，光刺得我眼睛疼。那只镯子，我生日时在柜台多看了2眼。季承渊当时说这种东西不实用，你不是爱慕虚荣的人。现在他戴在周青离手上。季承渊看了我一眼，你怎么回来了？我看向他，这是我家。周青离脸色白了白。清离路演成功，我带他回来拿份资料，顺便让星野跟他玩一会儿。顺便我在医院排队缴费，他在家里给别的女人庆祝。季星也抱着平板抬头，妈妈，你能不能小声点？周阿姨今天很累。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他3岁那年半夜发烧，他烧到抽搐，抱着我的脖子哭，妈妈别走。那晚我一整夜没合眼。季承渊低声叫他星野，可也只是叫了一声，没有责备，没有纠正。周青离赶紧摸了摸孩子的头，小孩子乱说的，江离姐别介意。不过我听成员说你身体不好。他顿了顿，我最近做女性疗愈项目，接触过很多案例。女人还是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能一生病就把病痛变成勒索别人的筹码。我看着他，这句话，他教你的。他脸红了一下。江离，你别阴阳怪气。我没再说话，进卧室收拾证件。季承渊跟进来，关上门。你今天去医院了？我把户口本放进包里。结果呢？晚期。他眼神一动，可很快他又把那点情绪压下去。报告给我。我抬头，你要看什么？看我还值不值得偷？季承渊脸色沉了沉。你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只是想确认情况。我把包拉上。没有必要。他挡在门口。你今天别走。我笑了一下。怎么？怕我死在外面，没人接孩子？他沉默了一瞬，就是这一瞬，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客厅里，季星也喊：“爸爸！”周阿姨说带我去吃松露披萨。季承渊回头应了一声：“等我。”我看着他的侧脸，从前他也这样应过我。我说星野发烧，他说等我，我说我撑不住了，他说等我。后来我才明白，他的等我从来不是承诺，只是拖延。我从他身边走过去，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阿离，别让我难做。我转头看他。季承渊，你让我活着都难，还怕你难做吗？我把婚前那套小公寓挂了几手，中介听见报价，沉默了几秒。江小姐，这个价太低了，您真的确定？确定。挂掉电话，我坐在医院楼梯间里，手机弹出朋友圈提醒，周青离发了新动态。他站在路演台上，身后的大屏写着他力量女性疗愈计划。季承渊坐在第一排，抬头看他，那种耐心我很多年没见过了。配文是被坚定托举才敢向前。下面有人评论，季总这眼神太宠了。周青离回复，他说我值得被看见。我看了很久，然后按灭手机。一个胃癌病人的丈夫让妻子发朋友圈众筹，转头给另一个女人投资疗愈课。这世上的荒唐原来也能做成 PPT。医生通知我办住院，我拿着押金单去窗口，工作人员说还差20万。我给季承渊打了电话，这一次他接了。有事儿？背景很安静，像在会议室。我住院押金还差20万，算我借你的。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我不是不给你，但你现在治疗方案还没定，盲目砸钱不理性。我闭了闭眼。医生说不能拖。医生当然会这样说。他语气很稳。你先做基础治疗，等方案明确再谈。周青离的项目方案明确了吗？他声音冷了些。别什么都扯到他身上，他那个项目有社会价值，你现在这是情绪消费。情绪消费。我低头看着缴费单，忽然笑了一声。季承渊，我得癌症也算消费。他沉默2秒。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想说话，电话那头传来周青离的声音。承渊，投资人到了。我先忙。挂断前，他补了一句，我让助理给你整理医疗互助和蛀虫平台，别总拒绝别人给你的解决方案。通话结束不到1分钟，助理发来一个文档，标题是重大疾病个人筹款操作指南。我站在缴费窗口前，手指冷得发僵。小公寓当晚就签了合同，买家压价狠狠。中介小声问，江小姐，您家里没人帮忙吗？我低头签名。有，但他们都很忙，忙着给另一个女人鼓掌，忙着把我的病当成情绪消费，忙着教我独立。晚上我回家收拾住院用品，门口放着一双陌生的高跟鞋，厨房里飘来汤味。周青离系着我的围裙，正在盛汤。周妈妈，这个好香。季星也转头看见我，脸瞬间僵住。我叫错了。季承渊从书房出来，看到我，眉心皱起。你怎么又不打招呼就回来？我看着他，我回自己家，需要预约吗？季承渊压着声音，
孩子刚才是无心的。我走到餐桌前，桌上摆着3副碗筷，没有我的。我突然连质问都觉得多余，原来他们不是临时庆祝，他们已经开始练习一家3口的生活。周清离眼眶红了。江离姐，我真的没想取代你，星爷只是太缺陪伴了。他说你最近总是脸色不好，他害怕，所以你叫他叫你周妈妈。周清离咬住唇，不是的。江离，别把成年人之间的矛盾扯到孩子身上。我笑了。成年人，他是我生的，你们教他拿刀捅我，现在说别扯到孩子身上。季星也哇的一声哭了。我不喜欢妈妈这样，她好凶。季承渊立刻抱住他，低声哄：没事，爸爸在。然后他抬头看我，眼神冰冷。你病了，我可以理解，但别把你的痛苦发泄到孩子身上。我看着他怀里的季星野，看着周清离红着眼站在旁边，忽然明白，我在这个家里连发疯的资格都没有。我转身进卧室，拿了住院包，翻出结婚证，床头柜里还有一套浅蓝色亲子装，是我1个月前买的。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我想着季星野学校亲子开放日，我们一家3口可以穿，可现在不需要了。离开时，季承渊站在门口。你今晚走出这个门，就别指望我去医院哄你。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季承渊，你哄过我吗？他怔住。我没有在等答案，因为答案早就有了。我住院第3天，医生通知我尽快转到省肿瘤中心。你这个情况不能再拖，如果顺利，还有争取手术的机会。转院押金多少？先准备60万。我点头。好。小公寓尾款还没到账，我只能去银行办抵押过桥。客户经理查完系统，脸色有些为难。江女士，您名下这套房已经被做过担保登记了。我愣住。什么担保？季氏科技短期融资担保，经商人是季承渊先生。我站在银行大厅，手脚一点点发凉。那套房是我婚前买的，我从来没有授权过他拿去担保。我给季承渊打电话，他接得很快。怎么了？我声音发抖。你拿我的房子做担保？他那边安静了一瞬。公司只是临时周转，风险可控。我几乎笑不出来。那是我的婚前财产。江离，我们是夫妻，夫妻之间资源互助，不需要这么计较。我攥紧手机。我现在要用它救命。季承渊沉默2秒。融资下周就回款，你先等几天。我等不了。他声音低下来。阿玲，别逼我。清离今天有一场关键签约，这笔担保如果现在撤，项目会垮。你知道他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我听着心里一阵酸涩。他的项目不能垮，我的命可以。他叹了口气，像是真的拿我没办法。你不要总把话说得这么极端，癌症治疗是长期战，不是今天不转院，明天就没命。但这个签约错过了，就真的没了。我突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原来他什么都懂，他懂什么叫紧急，什么叫不可错过，什么叫一旦失去就再也没有。只是这些词从来不属于我。电话那头，爸爸，周妈妈今天会去学校吗？会。我握着手机的手一僵。今天是季星野学校的亲子开放日，我1个月前就在日历上标了红色，那时我还给我们买好了亲子装，后来住院太急，我忘了，可季星也没忘，季承渊也没忘，他们只是换了人。我给律师打电话，离婚协议不用等他谈了，直接起诉。凌晨，我回到那个家，他们还没回来，餐桌上放着没收拾的碗，儿童房里散着季星野的作业，洗衣篮里堆着季承渊的衬衫。以前这些东西我都会处理，我把自己的衣服、证件、病历和电脑装进行李箱。走前，我站在儿童房门口，墙上贴着季星野小时候的画，画里有3个人：爸爸、星野、妈妈。妈妈的头发很长，穿着黄色裙子，那是我。我伸手摸了摸那张画，然后撕下来，折好，放进抽屉。我不是不要我的孩子，我只是不能再为了做一个好妈妈，死在一个烂透的家里。我退出家庭群，给学校老师发了一封邮件：老师你好，因我需住院治疗，星野日常接送请联系其父季承渊，涉及孩子重大事项，请邮件同步我和我的律师。清晨6点，我坐上去省肿瘤中心的高铁，窗外天还没亮，季承渊又发来一条短信：星野明天要穿白衬衫，你记得熨。我看着那行字，没有再回。几分钟后，律师发来消息，起诉材料已提交。另外，季先生伪造您签名担保的证据，构立案。高铁驶出站台，连同那座城市一起留在身后。到达省肿瘤中心时，天已经黑了。护士给我扎针时，电话响起。江离，你去哪儿了？我看着输液瓶，与你无关。他像是压着火。星野今天没穿白衬衫，哭了一早上。老师也说你只发邮件，不接电话。你就算闹离婚，也不能不管孩子。他有爸爸吗？
电话那头一静，我继续说，有的话找爸爸，孩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不是我一个人的义务。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星野才6岁，他是你亲儿子。昨天在教室里，他嫌我得癌症丢人，你没救着。季承渊沉默几秒，那只是孩子一时害怕。那我现在也只是一个病人，我也害怕。他呼吸重了些。你别拿孩子惩罚我。季承渊，我声音很轻，我没有惩罚谁，我只是不能再替你做父亲。电话挂断后，我把号码拉黑。当天下午，律师递交起诉材料，同时申请调查季承渊擅自用我婚前房产担保的相关文件。律师说，这件事如果证据完整，性质很严重。我点头，那就按严重的办。第一次治疗比想象中更难熬，我吐到胆汁都出来，夜里疼得整个人蜷成一团。隔壁床阿姨问我，姑娘，你家里没人来陪吗？我摇头，我一个人。她叹气，一个人怎么扛？我看着窗外，以前也差不多。只是以前我不知道，我以为身边有人就是有家，后来才明白，有些人站在你身边，只是为了让你方便被消耗。1周后，律师发来消息，季承渊拒绝调解，他的律师提交材料，说我长期情绪不稳定，擅自离家，不履行母亲照护责任，还说我名下房产担保是夫妻共同利益安排。我看着那几行字，手指一点点发冷。果然还是这样，把我的痛苦写成我的错，把他的掠夺写成共同利益。季承渊再找到我是半个月后，他站在病房门口，他手里拎着一只保温桶。阿玲，我看向他，谁告诉你的地址？他没有回答，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到床头。我给你炖的汤，你以前不舒服，喝这个会好一点。他的声音低低的，如果是从前，我大概会心软。我曾经太吃他这一套，一个眼神，一句阿离，就能让我忘记很多委屈。可现在我只觉得冷。拿走。季承渊看着我苍白的脸，眼神暗了一瞬。你瘦了很多。拜你所赐。他眉心微蹙。别这么刺我，我这次来是想好好谈。我笑了。谈什么？谈你怎么把我婚前房产拿去担保，还是谈你怎么在法庭材料里写我不履行母亲责任？季承渊沉默了一下。那是律师策略，不是我的本意。没有你的默许，律师敢写？他没说话，我指了指门。出去。季承渊站着没动。星爷很想你。我抬眼。周清离呢？他脸色一僵。我笑了一下。他不是更懂他吗？江离，别这样。星野现在每天都哭，他说想吃你做的虾仁蒸蛋。我平静地说，你可以学。我不会。那就请保姆。他不要保姆。那是你的事。季承渊眼里终于有了一丝不可置信，想到这一刻他才发现，我不是赌气，我是真的不回去了。我按铃叫护士。麻烦请这位先生出去。护士进来时，季承渊脸色难看，临走前他低声说，阿离，别把路走绝，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替你签字的。看着他，我需要医生，不需要刽子手。第一次开庭前，我做完2轮治疗，头发掉了很多，我干脆剃光，戴了一顶黑色帽子。出庭那天，季承渊看见我，眼神明显顿住。周清离也来了，他坐在旁听席，穿着一身浅色套装。庭审开始，季承渊的律师先发言。双方签订婚前协议，约定婚后经济独立。原告江离女士婚后长期未参与被告公司经营，其患病后情绪波动较大，擅自离家，并以疾病为由主张高额补偿，缺乏依据。此外，原告作为母亲，在孩子年幼期间突然离家，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影响。我坐在那里没有说话。我的律师提交第一组证据，是季承渊创业初期向我借款的转账和语音，他的声音在法庭里响起。阿离，这100万算我借你的，等项目活过来，我连本带利还你。第二组是我怀孕、生育、产后恢复期间，仍旧替他公司做财务梳理和客户对接的邮件。季星野出生后第3个月，我还在凌晨2点给他改融资材料。第三组是他擅自取走我房本、办理担保的监控和签署材料，那笔担保并非正规银行抵押，而是季氏和长期合作资金方之间的短期融资担保。材料走得很快，授权书、视频核验和补充说明都是他的助理代办的，其中1页授权书上我的签名是假的。季承渊脸色终于变了。第4组是他给周清离的消费流水、珠宝、房租、车位、项目启动金，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最后播放的是那天医院电话录音。江离，婚前协议写得很清楚，婚后 AA， 你的病是你的个人风险，不该让我共同承担，你自己发朋友圈众筹一下。婚前协议中的 AA 约定，
不能成为被告拒绝履行夫妻扶助义务、擅自处分原告财产的免责理由，更不能成为被告将配偶重大疾病风险完全推给社会筹款平台的依据。庭上安静的可怕，周清黎低下头，季承渊坐在被告席，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我提交的最后一份证据里，不只有他的转账记录，还有周清黎项目账户的流水。法官当庭宣布休庭，要求双方补充资金去向说明。第二次开庭前，周清黎的项目先被学员在网上爆料，他打着女性疗愈的旗号卖高价课程，还推出了所谓养生身心调理营，宣传语写得漂亮，女人要学会精神自救。可有学员吃了他推荐的高价代餐和所谓疗愈粉，腹部疼痛，被集体举报。更讽刺的是，项目宣传里的独立女性创业资金全部来自季承渊，舆论开始发酵，知名企业家资助女下属创业，妻子为癌症筹自救 ，AA 制婚姻背后，丈夫送女下属豪宅珠宝，拒付妻子治疗费。季承渊公司股价受影响，董事会要求他停职配合调查。周清黎开了场直播哭诉，他红着眼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我只是想帮助更多女性，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下一秒，有学员在连麦里甩出付款截图。你拿胃癌患者丈夫的钱卖假课，你算什么受害者？直播间当场被举报到封禁。判决下来那天，我刚做完第3轮治疗，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季承渊返还借款及对应收益，擅自担保行为进入另案追责程序。周清黎名下多件贵重物品被认定为非正常赠与，需折价返还。至于季星野，法院考虑我正在接受重疾治疗，暂时判由季承渊直接抚养。我享有探视权和重大事项知情权。拿到判决书那一刻，律师看着我，江女士，后续如果您身体稳定，可以再申请变更抚养权。过了很久才轻声说，好，我不是不要我的孩子，可我不能一边被癌症拖着，一边继续在那段婚姻里流血。省肿瘤中心重新会诊后，医生把片子摊在灯箱前看了很久。江女士，你出诊时有出血和炎症影响，影像判断偏重，病灶确实恶性，但这几轮前期治疗反应不错，现在不是没有机会。我坐在那里，指尖发凉。您的意思是？医生看着我，可以争取手术。那一刻，我喉咙像被什么堵住，我以为自己只剩3个月，原来我还能再往前走一点。手术前一天，季承渊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阿玲，我看着他，有事。他把文件袋放在床头。这是我名下2套房的转让文件，还有一部分基金，我都签了。你治疗要用钱。我没有碰。判决的钱已经够了。他声音发哑。那不够。江离，我知道不够。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补。我看着他，从前我等过他这样低头，等过他在我难受时回家，等过他在季星野喊别人妈妈时替我说一句话，他一次都没有。现在他终于来了，可我已经不需要了。季承渊，你最该做的补偿是别再用愧疚打扰我治疗。他眼眶一下红了。我那天不该走。那天是医院电话那天，是民政局那天，是学校那天，还是你拿我房子做担保那天？他脸色白得吓人。每一天。江离，每一天我都错了。我笑了一下。你不是每一天都错了，你是每一次都选择了别人。他站在那里，肩膀一点点垮下去。星野想见你。我闭了闭眼。我现在不想见他。季承渊声音哽住。他知道错了，他还小，所以我不恨他。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但我也不会再来当一个好妈妈，回去给你们当垫脚石。季承渊像是被这句话刺穿，整个人僵在原地。手术那天，我被推进手术室，灯光很亮。我想起很多年前，季星野刚出生时，小小一团躺在我怀里，护士说妈妈抱抱他。我那时虚弱的连手都抬不起来，还是拼命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我爱过他，现在也爱，只是我终于明白，母爱不是把自己烧成灰，去照亮别人理所当然的人生。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后续还要继续治疗，但至少不是3个月。我躺在病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不是为了季承渊，也不是为了那段婚姻，是为了我自己。我终于活下来了。康复期的日子像被拉得很长的棉线，缓慢又磨人。化疗残留的副作用总在夜里找上门，手脚发麻，胃里泛着清水似的恶心。我常常要靠半杯温蜂蜜水才能勉强入睡。白天我就坐在窗边整理旧稿，把从前做过的调查报道一篇篇捋顺，改写成更完整的专栏。攒够3篇成稿后，我给老主编发了邮件，没提生病的事，只附了稿子，问杂志社还缺不缺人。第3天他就回了电话，声音发颤：江离，你回来，位置给你留着。去报道那天，我特意戴了顶柔软的黑色针织帽。主编在走廊迎面撞见我，脚步猛地顿住，手里攥着的教样都滑到了手腕边。江离。我摘下帽子，冲他笑了笑，指尖无意识蹭过头皮上刚冒出来的细软的浅灰色发茬。头发还没长好，别嫌弃。他眼眶一下就红了，上前轻轻抱了我一下，
力道放得很轻，像怕碰碎我。回来就好，人没事，比什么都强。办公室的同事们起初都小心翼翼，没人主动提我的病，只默默把最耗时的外勤分给了别人。我没说破，只是用3篇高质量的深度稿证明了自己的状态。半个月后，办公室的氛围终于松快下来，一切都回到了熟悉的轨道，只是我再也不会熬通宵改稿，到点就收拾东西回家。1年后，血象稳定在安全线，复查结果一次比一次好。我在离杂志社3站地铁的小区租了个朝南的一居室，面积不大，采光却极好。我一点点把房间填满，窗台摆上耐活的绿萝和多肉，厨房添置了慢炖锅，每天早上熬1锅小米山药粥，冰箱里分门别类码着软嫩的蒸蛋、切好的温性水果，还有几盒胃药。玄关的柜台上摆着1周份的药盒，早中晚3格排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薄荷糖，用来压吃药后的苦味。日子过得安静又规整。再也没有人会在我捂着胃皱眉时皱着眉说我太娇气，一点小病就放大，也没有人会站在客厅中央用一副教育人的口吻告诉我成年人要学会自己兜底。我终于不用再向任何人解释我的疲惫，也不用再把自己的需求压到最底。有天复查完，我攥着刚出来的报告单慢慢走出门诊楼，梧桐树下围了几个发体检传单的人，我侧身绕开，目光扫过路边一个瘦瘦小小的身影，脚步顿住了，是季星野。他比从前瘦了好大一圈，宽大的校服套在身上晃荡，领口歪着，裤脚沾了泥点，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也没顾上提。他正低头踢着路边的小石子，踢一下，叹口气，小大人似的，像是有感应似的。他忽然抬头，视线撞进我眼里，他整个人瞬间僵住，眼睛刷的就红了，嘴唇动了2下。妈妈！我站在原地没动，他像是才反应过来，攥着书包带就往我这边跑，手指紧紧扣着帆布书包的背带，指节都泛了白。妈妈，我错了。我不该说你生病丢人，不该叫周阿姨周妈妈。她早就搬走了，现在都不理我了。爸爸每天都很忙，家里没人做饭，校服我自己洗，洗不平整。我看着他皱巴巴的校服领口，看着他眼下淡淡的青黑，心口像被细针轻轻扎了一下，顿顿的发疼。他是我拼着大出血生下来的孩子。那些彻夜量体温的夜晚，厨房里小火慢炖的虾仁蒸蛋，校门口踮脚等他放学的黄昏，全都是实打实的过往。可那些扎在心上的话，那些凉透了的瞬间，也全都是真的。我蹲下身，指尖替他把歪掉的衣领理平，又把滑下来的书包带重新搭回他肩上。季星野眼里一下亮起来。妈妈，我轻声说，星野，我接受你的道歉。他刚要扯出一点笑，嘴角还没扬起来，但妈妈不会再回以前那个家。他的笑僵在脸上，眼眶瞬间又蓄满了泪，大颗大颗砸在手背上。为什么？因为妈妈也会疼。他愣住了，像是第一次听见这句话。从前在他眼里，妈妈好像永远不会累，永远能把所有事都打理好，永远会在他回头的时候站在原地。我看着他，一字一句说得很轻，却很坚定。我还是你的妈妈，永远都是。但我不再是那个不管你们怎么伤害都必须留下来收拾残局的人。那你还要我吗？他抽噎着，声音小小的，带着怕被抛弃的惶恐。我喉咙发紧，伸手轻轻擦了擦他脸颊上的眼泪。我要你，但你要学会一件事，妈妈不是生来就该替你挡掉所有麻烦的人。妈妈也是普通人，也会累，也会疼，也有自己想过的生活。季星也哭着点头，小肩膀一抽一抽的。不远处的黑色轿车边，季承渊站在那里，他瘦了很多，西装不再笔挺，衬衫领口松着，下巴上泛着青涩的胡茬。他红着眼看我们，脚步抬了又抬，最终还是慢慢走了过来。江离，他声音发哑，带着点卑微的祈求。我们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我看向他，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没有，从你让我发朋友圈众筹那天开始，就没有了。他唇色发白，张了张嘴还想辩解，想说自己当时只是一时糊涂。你只是觉得我不会走。我替他把没说完的话说完，语气很淡。季承渊，你现在痛苦，不是因为你多爱我，是因为你终于发现，那个不管你怎么伤害都会原地等着的人，真的不要你。他眼泪一下砸下来，别过脸，肩膀微微发抖。这个永远冷静，永远讲原则，永远站在高处教育我的男人，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这样狼狈的样子。我没再看他，牵起季星野的手，慢慢走到路边的便利店，给他买了一杯温牛奶，又拿了一块软面包。他捧着杯子小口抿着，小声问：妈妈，我周末还能见你吗？我说可以，但不是去那个家。以后妈妈有自己的家，你来之前要先问我方不方便。他似懂非懂的点头，把面包攥在手里，没舍得立刻吃。季承渊站在不远处的树底下看着我们，这一次他没敢再上前。他清楚的知道，从他让我众筹治病那天起，他就失去了靠近我的资格。
之后的日子，我按部就班的上班、复查、写稿，生活平静的像一汪温水。季星爷每周6上午会来我这里，每次都提前1天发消息问我：“妈妈，你明天累不累？我可以过来吗？”起初他很拘谨，进门会乖乖换鞋，自己把书包放好，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写作业，连喝水都要先问我一声。我给他切水果，他会小声说谢谢；我给他做蒸蛋，他会把碗吃得干干净净，还主动拿去厨房洗。熟络一点之后，他才慢慢变回孩子的样子，会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说哪个同学上课被老师抓包，说体育课跑步摔了跤没哭。只是他再也不会理所当然的使唤我做这做那，看见我揉肩膀，会跑过来用小拳头给我捶2下。我偶尔会带他去公园散步，去书店看书，去巷子里吃他以前爱吃的糖水铺。我们不说继承渊，不说以前的家，只说眼前的小事。我知道母子之间的裂痕不会一夜长好，但没关系，我们都还有时间。继承渊的消息，我断断续续从朋友口中听过一些。擅自担保的是加上舆论反噬，董事会全票通过了他的停职决议。他想周转资金挽回局面，可从前围着他转的合作方纷纷避之不及，没人愿意趟这趟浑水。撑了3个月，公司最终还是折价转手了。他卖掉了从前的大平层，换了套离学校近的老小区，每天亲自接送季星野，早上手忙脚乱给孩子扎红领巾，常常记得歪歪扭扭，晚上陪写作业陪到崩溃，嗓门压了又压，还是会忍不住提高声调。有一次季星野半夜发烧到39度，他抱着孩子在急诊排队挂号、缴费、取药、哄睡，一样一样自己来，排到凌晨才挂上针，抱着孩子在长椅上坐了一夜。朋友讲起这些时，语气里带着点解气，像在说迟来的报应。我听完只淡淡说了句挺好，他终于学会自己兜底了。从前他总把独立成年人要自己扛挂在嘴边，用来要求我，如今轮到他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生活里的鸡零狗碎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就会被摆平的。我的身体一天天稳下来，复查间隔从1个月变成3个月，再到半年，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再稳定2年，基本就和正常人没两样了。工作之余，我把这些年做过的亲密关系经济控制选题整理成册，又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真实感悟，凑成了一本书，取名叫《慢性伤害》。交稿那天编辑很忐忑，说内容太尖锐，怕卖不好。可上市第1个月就加印了3次，很多读者留言说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签售会那天，有个姑娘拿着书走到我面前，我也在经历同款婚姻，我丈夫永远在算钱，永远在讲道理，我生病连买药钱都要报账。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轻声说，爱你的人不会在你淋雨的时候跟你讲为什么不带伞。后来又有人举手问我，姜老师，你觉得亲密关系里最可怕的伤害是什么？我拿着话筒想了想，很多人以为伤害是争吵，是动手，是撕破脸的难堪，其实不是，最磨人的是慢性伤害。你病了，他让你去众筹；你累了，他说你矫情；你撑不住了，他站在岸上告诉你成年人要靠自己。台下很安静，我继续说，真正的爱不一定能替你挡住所有风雨，但他不会在你快淹死的时候还站在岸边慢悠悠教你游泳，他会跳下来和你一起想办法上岸。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医院走廊那张冷硬的长凳，那时候我攥着胃癌晚期的确诊单，以为人生只剩3个月的倒计时，觉得天都塌了。可原来有些倒计时指向的从来不是死亡，是重生。深秋的一个周末，季星也来的时候，怀里抱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妈妈，我可以自己熨吗？我怕烫到手，想让你教我一下。我看着那件白衬衫，忽然想起离开那天季承渊发来的短信，星野明天要穿白衬衫，你记得熨。那时候我在高铁上关掉手机，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替他们兜底。我把熨斗拿出来放到桌上，我教你一次，以后你自己来。季星也认真的点头，好。晚上我送他到楼下，季承渊站在车边等。妈妈，下周见。下周见。晚风卷着桂花香吹过来，落在我肩头。季承渊隔着几米远的距离，低声说了句照顾好自己，声音很轻，像被风吹散了。我没应声，只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单元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层亮起来，暖黄的光落在台阶上。我一步步往上走，心里很静，身后的人和事都已经是翻过去的就夜了。前面的路还长，推开门时，玄关的感应灯顺势亮起，暖融融的光落在擦得干净的地板上。我换了软底拖鞋，走到厨房倒了半杯温蜂蜜水。化疗残留的轻微恶心感总在入夜后悄悄冒头，这是我给自己养成的习惯。书房的台灯还留着一盏，桌上摊着明天要定稿的专栏校样，旁边压着读者寄来的明信片，娟秀的字迹写着谢谢你让我有勇气走出消耗我的关系。我走过去坐下，指尖拂过书页上慢性伤害4个字，心里没有波澜，只剩一种尘埃落定的轻。
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渐渐驶远。我知道是季承渊带着季星野离开了，却没有像从前那样下意识走到窗边去看。窗外月色很软，落在窗台的绿萝叶片上，漾开细碎的光。我拉开书桌抽屉，里面躺着那张从老房子儿童房带出来的蜡笔画。从前我总不敢拿出来看，怕一看见就想起那些凉透的日夜。可今天我把它取出来，用胶带轻轻贴在了书房的墙角。不是怀念那个破碎的家，是好好安放那个曾经拼尽全力想守护一切的自己。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季星野发来的语音，声音还带着孩童的雀跃。妈妈，我安全到家啦！今天学会熨衬衫，超开心。下周我把在学校种的小多肉带给你，好不好？好，妈妈等着。放下手机，重新拿起笔，笔尖落在稿纸上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重生从来不是看谁后悔，也不是赢了哪场对峙，是你终于把人生的笔握回自己手里，往后的晨昏与四季，病痛与欢喜，都由自己说了算。那些曾以为跨不过去的深渊，走着走着就成了身后的风景。